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来深度拆解一个攸关你我甚至下一代生死存亡的核心命题，那就是台湾在面对气候变迁与环境灾变时，必须进行的一场思维大翻转，也就是从工程防堵走向韧性管理的典范转移。过去几十年来，我们整个社会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迷思，总以为遇到水灾我们就把堤防筑高，遇到土石流我们就灌入更多的钢筋水泥。我们一直抱持着一种人定胜天的工程思维，认为只要国家愿意砸下几百亿、几千亿的预算，盖出全世界最巨大的防御设施，我们就能安然无恙。但大家仔细想想，这种旧有的路径其实已经走到尽头了，对吧？因为大自然破坏力量的成长曲线是呈指数型飙升的，人类的土木工程却有其物理极限。因此，我们必须把整体的战略观念从单纯的硬体工程防堵，全面转向更高维度的行政管理、国土空间规划以及社会底层的韧性培养。这不仅仅是观念的改变而已，这更是我们未来几十年的国家生存法则。让我们先退一步，从宏观的视角来问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2300万人会选择并且持续居住在全世界风险最高的环境之一？其实，这是一个我们无法逃避的残酷地理现实。台湾这块土地，从地质史的长远角度来看，本质上是非常不适合这么高密度的人口居住的。你想想看，我们脚底下的断层密布，板块挤压运动极度活跃，这意味着随时会发生破坏性的大规模地震。同一时间，我们又正好位处太平洋台风的必经之路上，极端气候带来的强降雨，对我们来说根本是家常便饭。这两种致命的自然威胁不仅同时存在，而且经常重叠，这让台湾的地理环境充满了极大的先天脆弱性。我们绝对不能假装这些风险不存在，或者是单纯祈祷灾难不要来。我们必须用极度理性的科学数据与管理手段去正面迎击，而不是一厢情愿地把身家性命全部压注在钢筋水泥上。重点来了，我们在实务上经常严重低估了大自然反扑的狂暴程度。这里有一个非常惊人，甚至让人感到绝望的数字：1840毫米。在过去的赫伯台风期间，阿里山测候站在短短的2天之内就测得高达1840毫米的致灾性雨量。为了让大家对这个数字有具体的概念，这相当于南台湾整整15个月的常态降雨量，被浓缩在短短48小时内，像瀑布一样全部倒下来。这在过去的气象统计学上被定义为历史上每1000年才会发生一次的极端事件。但残酷的现实是，现在这种极端气候发生的频率正越来越高。大家可以用逻辑推演一下，面对这种等级的降水，地球上没有任何一种工程技术，没有任何一条排水沟可以完全阻挡它，因为这根本已经超越了人类土木工程能承受的物理极限。当雨量大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我们再去争论排水沟要挖多深，堤防要加多高，其实都已经毫无意义了。接下来，我们来谈谈除了天灾之外，人为的管理失当会为我们的基础设施带来多么巨大的毁灭性后果。我们来看另一个关键数字，8公分。台湾西部的高铁大家都搭过，对吧？它不仅是我们的京剧命脉，更是承载数十万人流的交通骨干。但在云林与彰化等特定路段，高铁曾经面临着每年地层下陷高达8公分的严重国安危机。如果轨道出现不均匀的呈现，那是会导致列车在高速行驶中翻覆的。这可不是高铁当初在建造时偷工减料哦。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基础设施危机，而它的起因完全是因为我们对地下水资源的错误管理。长期的农业与工业为了降低成本，无节制的超抽地下水，导致地层下方的含水层被彻底抽干，整块土地失去支撑力，正在无声无息地往下陷。这个案例血淋淋地展示了，如果我们不从源头去进行资源管理，那么再顶级、再昂贵的世纪工程，最终也会被错误的行政管理给轻易摧毁。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这份知识拆解的核心命题：管理重于工程。当极端气候已经变成我们生活中的常态，单靠砸大钱盖大型工程的手段其实已经失效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强而有力的行政手段与系统性思维。
当然，基本的防护工程绝对有它存在的必要性，但当工程的防御天花板已经达到极限时，我们更需要的是透过政策的精准引导、跨部会的强力协调，以及从源头进行资源消耗的减量，来化解那些根本性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巨大且痛苦的转变，我们必须从试图对抗自然的狂妄，转向管理自身行为的谦卑，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重大典范转移。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我们来具体对比一下旧思维与新典范在实务上的差异。传统的旧方法，业界称之为黑色基础建设，这包含了大量且不可逆地使用混凝土，不断在深山兴建水库与大坝，以及对自然资源毫无节制的开采。其实现在很多水库因为严重淤积，我们光是花在清淤的成本，甚至比盖一座全新的水库还要贵。这就是典型的黑色基础建设带来的系统性盲点。而我们现在必须全力走向的新典范是所谓的绿色基础建设，这强调的是离水湿地的自然运用、更精确的源头数据管理，以及减少整个社会对资源的依赖。我们必须有魄力地从调整水价、电价与油价等政策面的节流手段着手，用市场的价格机制与严格的法规来降低整体社会的消耗量，而不是永远只会在深山里盲目地寻找新水源来满足无底洞般的需求。我们继续聊下去哦，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精彩，甚至有点不可思议的真实成功案例，那就是当年拯救高铁地层下陷的拔管行动。这项攸关国家命脉的任务，最后不是靠着挖土机灌浆或是任何土木工程完成的，而是透过3个极度严谨且精准的行政管理步骤。第一步，决策团队没有急着发包工程，而是先透过大数据分析，精准锁定了高铁沿线3公里内那1000口正在超抽的深水井。第二步，透过行政院层级的跨部会协调，强制要求自来水公司、农田水利会等官方单位必须以身作则，优先封闭这些公有水井。第3步，也是整起事件中最关键且最荒谬的一个发现。决策团队在追踪数据时发现，许多学校竟然为了符合教育部当年颁布的节约用水评鉴指标，故意不去使用常规的自来水，反而花钱去买马达，日夜狂抽地下水来浇灌校园，只为了让自来水账单看起来很漂亮。于是，行政部门立刻下令，直接删除这项不合理且扭曲的评鉴指标，从根本的动机上解决了学校超抽地下水的问题。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大家知道这项拯救台湾高铁、避免国家经济骨干中断的浩大行动，最后的总工程花费是多少吗？答案是0元。你没听错，真的是0元。这项任务完全没有动用到任何1毛钱的工程预算，这纯粹是依靠精准的数据分析、有效的跨部会沟通以及果断的行政强制力所完成的壮举。这个案例完美且深刻地证明了一件事，在解决国家级的系统性灾难时，精准管理的投资报酬率绝对远远大于盲目的工程发包。只要我们具备足够的逻辑分析能力，找出整个系统的痛点，用正确的行政手段去切除病根，我们甚至不需要动用任何一台怪兽或是一包水泥，就能化解危机。了解了管理的力量之后，我们把焦点转向台湾最核心，但同时也是最脆弱的地方——大台北盆地。这在地理上是一个极度危险的封闭型盆地，但里面却挤满了将近900万的常住与流动人口。我们等于是把全台湾将近半数的人口、最核心的经济资源以及所有首脑级的行政机关，全部塞在一个先天条件极度不良、容易淹水而且地震频繁的区域里。这早不只是塞车或是居住品质低落的问题了，这是一个随时会引爆的国家安全层级脆弱性危机。为了让大家明白这个风险有多真实，我们来看一份官方的研究数据估算。如果台北市发生规模 6.2 的地震，也就是像花莲几乎每年都会经历的那种中型地震，预估在台北盆地会有高达4000栋的建筑物瞬间倒塌。而如果发生的是规模 7.3 的强烈地震，这个倒塌数量将会呈现几何级数的暴增，达到惊人的35000栋。大家可以稍微停下来思考一下这个数字背后的恐怖程度。
为什么台北的抗震能力会这么脆弱？因为大台北地区在古代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堰塞湖，地下的含水层非常高，土壤异化的潜势极大。这种像烂泥巴一样的地质条件，在地震发生时会产生共场效应，将地震的物理破坏力数倍放大。35000栋房屋倒塌，这绝对不是单纯的自然灾害了，这大概就是发生战争般的惨烈景象，整个国家的政经运作会在几秒钟之内瞬间瘫痪。面对台北盆地这种超载且致命的系统性问题，单靠都更或老屋拉皮是无济于事的。真正治本的解方是拉高到国土重划层级的空间规划，其中一个最具战略意义的具体策略，就是推动首都减压与实质迁移。大家想象一下这个战略路径的连锁反应。首先，我们将行政院与立法院等政治中枢由计划地迁移到地质相对稳定的中台湾。这个核心动作一旦启动，庞大的公务体系、周边的服务产业以及相关的供应链就会跟着转移。这预估将带动大约300万名市民自然而然地离开台北。当台北盆地的人口大幅减少、密度降低后，当地的高房价问题、拥挤的交通、紧绷的水电资源以及庞大的碳足迹危机，自然就能获得极大程度的缓解。这绝对不是单纯的政府搬家而已，这是一次系统性的国家风险分散与资产重组。谈完了宏观的国土空间规划，我们在基础设施的微观设计上也必须导入全新的思维。这就进入了我们的下一个核心重点：为失败而设计。听起来有点反直觉，对吧？但这正是目前全球顶尖城市都在拥抱的现代极端气候防灾哲学。我们必须放下人类的傲慢，谦卑地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不管科技再怎么进步，我们永远无法100%抵挡大自然毁灭性的威力。到底什么是为失败而设计？它的核心逻辑是，既然极端气候已经让绝对的工程安全变成一种不可能的幻想，那么我们的基础建设就必须被设计成能够承受安全的失败。讲白话一点，也就是当老天爷降下的暴雨远远超过防洪标准时，虽然城市无可避免的会发生淹水或部分设施损坏，但我们必须确保城市的核心功能，比如医院、通讯与供电，依然能够维持最基本的运作，而且人员的生命安全绝对要有保障。这个概念紧密连结到了所谓的低冲击开发，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海绵城市理念。现代的城市不能再是一整块滴水不漏的混凝土不透水层，城市必须模仿自然森林的吸水与透水能力，将多余的雨水暂时留置在公园、滞洪池或是地下储水层，以此来缓冲并消化极端降雨带来的瞬间冲击。这里有一个非常具启发性，而且经济效益极高的国内成功案例，那就是东海大学的东大溪湿地整治专案。这项计划当时投入了大约3亿新台币的预算，在地下打造了先进的砾间处理设施。这个设施每天能够利用大自然的力量，净化高达1万吨的生活污水，彻底解决了长久以来困扰校园与周边社区的恶臭问题。但更厉害的是，它创造的附加经济价值。设计团队极具巧思地利用了当地30公尺的天然地形水位落差，设置了微型的水力发电系统，不仅提供设施自身的运作电力，还成功产出了国家认可的绿电凭证。不仅如此，因为整体的生态环境大幅改善，周边原本低迷的房地产价值也跟着翻倍成长。这种顺应自然、与水共存的设计，不仅解决了环境污染的负担，还反向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与绿能资产。这就是新典范的强大威力。不过，接下来这一点才是整张国家防护网的最后一块拼图。我们前面谈完了高层次的行政管理与国土空间规划，现在我们要落地，来到防灾的最前线——社区韧性的赋能。大家必须有一个非常残酷的认知。当世纪大灾难真正发生的时候，通讯系统会全面中断，主要连外道路会彻底毁损。在那个当下，中央政府的重型救援部队是不可能在第一时间神奇地抵达你家门口的。真正能在前几个小时防护我们生命安全的，其实是第一线的普通市民与地方上的基层组织。
台湾总共有7835个村里，要建立真正坚不可摧的国家防灾韧性，我们必须确保这7835个村里每一个都有能力在孤立无援的灾难发生后独立生存长达7天。过去我们常在媒体上听到黄金救援72小时，但那已经过时了。面对极端气候导致的复合型灾难，当桥梁断裂、道路全面坍方时，大型机具与救援物资可能需要整整1周的时间才能勉强送达灾区。在这漫长且攸关生死的7天空窗期，基层村里绝对必须具备自给自主的实质应变能力，这才是国家安全最真实的底层逻辑。为了达成这个艰难的目标，国内许多大学的专业防灾团队已经开始与地方政府进行深度合作，为全台湾每一个村里量身打造专属的实战防灾地图。这些地图不跟你谈什么高深莫测的学术理论，它只要求当地居民清楚掌握4个攸关性命的关键资讯。第一，精确且绝对不会被洪水淹没的安全撤离路线。第二，经过专业技师确认过结构安全的指定紧急避难所位置。第三，足以维持整个村里至少1个月基本运作的粮食与饮水储备地点。第四，地方专属且不依赖现代网络的紧急联络网。这4个资讯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在断水断电一片漆黑的恐慌时刻，这就是真正的保命符。曾经有一位高雄的基层里长，就是因为平时严格演练并执行了这张防灾地图的撤离计划，成功在土石流吞噬整个村庄的前一刻，奇迹般地拯救了32条人命。这就是资讯与演练的力量。要让社区韧性真正落地，不能只靠一张纸上的计划，我们更需要大力推动防灾士的认证制度。防灾士是什么？他们是经过国家严格认证、受过扎实实体专业训练的普通市民。他们平时可能就是你家巷口那间便利商店的店长、社区大楼的保全大哥，或是在马路上跑的计程车司机。当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第一个能把你从瓦砾堆中拉出来的，往往不是远在天边的军队，而是这些平时就在你身边的社区防灾士，对吧？他们知道如何实施正确的急救，如何精准使用灭火器扑灭初期火灾，以及如何有条理地引导恐慌的群众进行安全疏散。这群散布在民间各个角落的隐形防护网，才是真正能在灾难初期将整体社会伤亡降到最低的关键力量。所以，经过今天的深度拆解，我们得出了一个非常精准的结论：真正的国家韧性，绝对不是用冷冰冰的混凝土建构出来的，而是透过精准无情的行政管理，具备前瞻视野的空间规划，以及充分赋权的基层社区来共同打造的。大自然的力量只会越来越狂暴，人类注定无法彻底征服它。但我们可以透过充满智慧的行政手段去消除系统性的资源浪费，透过长远的国土重划去避开那些高风险的死亡热区，以及透过深植于每一个地方社区的防灾准备来极大化我们的自救能力。只有把这3件事做到极致，才能确保我们的社会在承受每一次巨大的自然冲击后，不仅能够迅速恢复生机，甚至能在一次次的考验中变得更加强大。最后总结今天的3大重点，我们必须从迷信水泥工程转向资源节流的管理思维，必须透过迁都与国土重划来分散风险，更要建立以村里为单位的自救韧性。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台湾面对极端天灾与地质风险，必须扬弃单靠水泥防堵的旧思维，全面转向以行政管理、国土空间规划与基层社区韧性为核心的生存新战略。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